大家平安，我是慧心医师，你相信吗？想要控制好血糖，你根本不需要戒掉淀粉。其实最快稳定血糖的方法，不是叫你这个不能吃，那个要少吃，而是要在你的餐盘里增加特定的食物。这真的不是我随便说说，在我的诊间里，已经有成百上千个糖尿病和高血糖的患者，只是在每天的饮食里多加了这些食物，短短几天内，血糖数值就出现了惊人的进步，而且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改变。他们很多人甚至在不吃药的情况下，把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维持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所以在这支影片里，我会仔细教你怎么利用接下来的10种平民食物，从细胞层面彻底改善你的身体生化环境，逆转胰岛素阻抗，让你不用挨饿，就能用最自然、最安全，而且能一辈子维持下去的方法，把血糖稳稳地降下来。在讲第一种食物前，先帮我一个小忙。你现在是什么时间刷到这条影片的？在留言区跟我说是几点，你在哪个城市看，让我知道我不孤单，好不好？如果你这礼拜有亮空腹血糖，也顺便把数字写下来，我每一条都会看。大家的年纪和血糖数字真的会决定我下一期要讲什么健康主题。好，我们直接讲重点，这就是平常你去医院挂号，医生在短短12分钟的门诊里根本没时间跟你解释清楚的事情。血糖会高，源头几乎都是因为一种叫胰岛素的荷尔蒙出了问题。胰岛素就像是一把钥匙，负责把细胞的大门打开，让血液里的葡萄糖，也就是血糖，能够顺利进入细胞里面，变成身体的燃料。但是，如果你过去好几年都让身体做血糖云霄飞车，一下吃太甜，一下吃大餐，久而久之，你的细胞就聋了，再也不想开门。这时候，胰岛素在外面拼命敲门，细胞就是紧紧关着，这就叫做胰岛素阻抗。这时候，你的胰脏会很慌张，为了补偿，它只好拼了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结果就是你的血糖还是节节攀升，而一般主流的医学做法就是直接给你开药，把更多的胰岛素强行塞进你那个早就已经被胰岛素淹没的身体系统里。说实在的，这个医疗体系要在你生病的时候才能赚到钱，你彻底痊愈了，它反而没有利润。这是现实的商业逻辑，不是什么坏心眼儿。所以短短的门诊时间，医生没有诊查费，也没有时间教你食物是怎么直接跟你的胰岛素受体对话的。没关系，今天我来教你。我是慧心医师，等一下要介绍的这10种食物，每一种都在扮演3个角色之一，要么是拖慢血糖进入血管的速度，要么是熄灭让细胞对胰岛素装聋作哑的慢性发炎，再不然就是直接把昏睡的胰岛素受体给叫醒，让你的身体恢复原本该有的工作功能。你不需要明天开始就把10种通通吃下肚，这样压力太大。你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慢慢一样一样加进你的饮食里。第一种食物是葫芦巴籽，它是一种长得很像小石头，硬邦邦，带有一点琥珀色的种子。你在一般的迪化街、中药行或者大卖场的香料区，花个几十块台币就能买到一大袋。如果你因为听起来太陌生、太有异国感，就直接忽略它，那你真的是天天路过一个能帮你省大钱的天然降糖药，它甚至比你早上喝的咖啡还要便宜。这个葫芦巴籽一进到肚子，里面的成分会开始神奇的运作，它富含一种叫做半乳甘露聚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纤维一碰到胃里的水，就会迅速膨胀，变成一层黏黏厚厚的胶质。这层胶质会像个守门员一样，物理性的拖慢你胃里的碳水化合物排空到小肠的速度。食物消化的速度变慢了，糖分就不会像洪水一样瞬间冲进血管，而是像小桥流水一样，一点一点慢慢渗进去。血管没有洪水，你的血糖就不会飙高，胰脏也不用惊慌失措的大量释放胰岛素出来救火。不止这样，葫芦巴籽里还含有一种很特殊的氨基酸，能直接刺激胰脏，让胰脏分泌胰岛素的效率变得更好，同时还能帮助你的肌肉细胞更主动地去吸收血液里的葡萄糖。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光是靠着吃这个，1到2周内空腹血糖就降了好多。至于怎么吃最有效，很简单，每天晚上拿1茶匙的葫芦巴籽泡在一杯水里放隔夜，隔天早上起床把泡过的水喝掉，再把泡得软软的籽嚼一嚼吞下去。如果觉得那个微微的苦涩味你实在没办法接受，也可以把它磨成粉，挖个半茶匙拌进无糖优格里，或者撒在煎蛋上吃。记得一开始分量先不要太多，因为这种纤维非常强效，你的肠胃需要几天的时间去适应。
第二种食物是你家厨房一定有的肉桂。不过先等一下，你可能一直以来都买错种类了。我们在一般超市买到的便宜肉桂，大部分是中国肉桂，它里面含有一种叫香豆素的物质。如果为了降血糖天天大剂量吃，对肝脏的负担会非常大。我建议我的患者一定要去买西兰肉桂，包袋上通常会写 True Cinnamon， 也就是真肉桂。它的味道比较温和，天天吃非常安全，也是医学研究里真正推荐的种类。肉桂之所以能降血糖，是因为它含有一群非常强悍的多酚。这些植物多酚在身体里的行为简直就跟胰岛素一模一样，它们可以帮你的胰岛素受体像是涂了胶水一样，把葡萄糖抓得更牢，同时也能延缓胃排空。这个效果是有实打实的研究支持的。美国农业部人类营养研究计划的一项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患者每天只要吃不到半茶匙的肉桂，就能非常明显地降低空腹血糖。如果你不吃，真的是把这么简单便宜的天然工具放在橱柜里发霉。你每天只要用大约1/4到半茶匙的西兰肉桂粉就可以了，把它泡进你早上的黑咖啡、麦片或者绿拿铁里。最聪明的吃法是把它和含有淀粉或碳水化合物的那一餐一起吃，因为那正是你需要胰岛素受体用力工作，胃部消化慢下来的关键时刻。第3种食物是青花椰苗，请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因为这绝对是整支影片里最被低估、最少人懂得吃的降糖宝贝。注意我说的不是大颗的绿花椰菜，而是刚发芽3天、细细小小的青花椰苗。如果你觉得两者的效果差不多，那你就亏大了。这些青花椰苗里含有大量的萝卜硫素，它的含量是成熟绿花椰菜的50到100倍。萝卜硫素能做一件其他食物都做不到的事，它能直接跑到你的肝脏，把肝脏在半夜开的糖分制造厂给关小火。你睡觉的时候，肝脏其实会自己制造糖分，而在有胰岛素阻抗的人身上，肝脏会像个疯子一样拼命产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昨晚没吃宵夜，早上空腹血糖却莫名其妙高得吓人的原因。2017年，瑞典隆德大学有一项很著名的研究，他们让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浓缩的萝卜硫素，结果患者的空腹血糖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而且那些平时血糖最难控制、最顽固的患者，改善的效果竟然是最明显的。这种青花椰苗，你其实可以在家里的阳台用个小玻璃罐，花个几块钱就能自己孵出来，或者直接去有机超市的蔬菜区买现成的。每天吃一小把，大约1/4杯，撒在沙拉或者夹在吐司里吃就非常足够了。千万记住，千万不要拿去大火炒或者高压炖，因为高温会彻底破坏萝卜硫素这个活性成分。生吃或者微微温一下是最好的。讲到这里，前面这3种食物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帮血管踩刹车，让受体醒过来。接下来的4种食物更是可以直接改变你原本就在吃的每一餐。如果你有朋友、家人也在为了血糖数字每天烦恼，请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因为这些关于食物的机制，真的从来没有医生能坐下来跟他们好好解释。第4种食物是酪梨。很多阿公阿嬷一听到酪梨就觉得，哎呀，那个油脂好高，热量好高，不能吃了。这种对脂肪的恐惧真的让大家损失太惨重了。酪梨里面的脂肪是极其优质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跟高级橄榄油是同一种家族，这绝对是降血糖餐盘里最友善的营养素。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优质的油脂和酪梨里的高纤维能像防波堤一样阻挡糖分。当你吃一碗白饭或一片吐司时，如果旁边配上半颗酪梨，你不需要把淀粉拿掉，酪梨的油脂就会像踩刹车一样，让这些淀粉转成血糖的速度变得极度缓慢，血糖会像散步一样缓缓上升，而不是像火箭一样往上冲。长期下来，单不饱和脂肪酸还被证实可以明显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意思是说，原本对敲门声没反应的细胞，现在会开门开得快一点。在我的临床经验里，酪梨是最容易让患者养成习惯的食物，因为它吃起来很有饱足感。吃完之后，你下午根本不会想去拿零食或饼干来吃。每天半颗酪梨是刚刚好的分量，早上配着鸡蛋一起吃，或者抹在全麦吐司上，再不然切块放进有淀粉的沙拉里。只要你那一餐有吃碳水化合物，加半颗酪梨就能完美的化解血糖飙升的危机。第5种食物是奇亚籽。这些细细小小、黑黑灰灰的种子本事可大着呢。如果你曾经把奇亚籽泡在水里，看它变成像果冻一样的糊状，
那你其实就已经看到它在你的肠胃里是怎么运作的了。奇亚籽是你可以买到水溶性纤维含量最高的水果种子之一，它一碰到胃酸和水，就会形成那一层厚厚的凝胶。这层凝胶会把你在这一餐里吃进去的淀粉牢牢包覆住，让肠胃吸收它们的速度慢到像蜗牛在爬。糖分被稳定的、慢慢的释放出来，你自然就能避开那种吃饱饭血糖冲高，1小时后又突然暴跌，搞得你头晕、手抖、肚子又饿得要命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奇亚籽还含有丰富的植物性欧米伽负3脂肪酸，能帮忙熄灭细胞里那些因为胰岛素阻抗引起的慢性发炎。发炎一退，细胞的耳朵就清净了，自然就听得到胰岛素的呼唤。每天吃1到2汤匙就足够了。把它拌进无糖优格里，或者泡进加了柠檬汁的水里，甚至打精力汤的时候丢1勺进去。喝之前让它静置10分钟，充分吸水膨胀。而且记得吃完奇亚籽要多喝水，因为这么高含量的纤维需要足够的水分才能在肠道里顺利滑动。第6种食物是深海鱼，特别是鲑鱼和攒鱼。这种食物的作用机制跟前面拖慢消化的食物不太一样，它是直接从更深层的发炎问题下手。你的细胞之所以会对胰岛素视而不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的身体常年处于慢性的微幅发炎状态。当身体年复一年都在闷烧发炎，这些发炎因子就会在细胞表面搞破坏，切断胰岛素的信号传递。而鲑鱼和干的鱼里面含有非常惊人分量的2种欧米伽负3脂肪酸 EPA 和 DHA， 这是目前人类已知最强大的天然抗发炎武器之一。它们能熄灭体内的发炎烽火，让细胞膜恢复健康和弹性，胰岛素受体自然就能重新正常接收信号。在我行医15年的生涯里，那些每个礼拜雷打不动吃2次深海鱼的患者，他们的血糖数值总是比别人更稳，波动更小，甚至连血压也控制得比较好。1个礼拜安排吃2餐，每餐的分量大约跟你的手掌大差不多。不管是野生鲑鱼、战鱼、沙丁鱼还是秋刀鱼都非常好。你可以用烤的，用煎的。如果预算有限，直接买深海鱼罐头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水煮鳝鱼罐头或沙丁鱼罐头其实是整支影片里最便宜却最有效率的血管守护者。第7种食物是核桃。在所有的坚果里，核桃是我第一个会推荐给高血糖患者的。因为它是极少数能同时保护你的血管内皮，又能同时照顾胰岛素的食物。核桃含有非常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跟奇亚籽一样的植物性欧米伽负3，这些好油可以修护你的血管内皮细胞。你要知道，长期高血糖最先伤害的就是这层薄薄的血管内膜。同时，核桃里的油脂、纤维和蛋白质能完美的压制餐后的血糖波动。甚至在研究中被证实可以降低空腹胰岛素的数值，这个数值非常关键，它代表你的胰脏不需要再那么吃力的狂挤胰岛素了。下午肚子饿的时候，不要去拿苏打饼干或者葱油饼，改吃1小把核桃。你会发现，原本应该飙高的血糖直接变成了一条平缓的直线。1小把的分量大约是1/4杯，也就是7到10颗完整的核桃。买的时候请买无调味、低温烘焙的。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裹了枫糖、蜜汁或者是盐焗的，记得它是用来代替不健康的加工零食，而不是让你在吃完零食之后再叠加上去。第8种食物是鸡蛋，我指的是整颗蛋，包含蛋黄。过去好多年，大家都被那些过时的医学资讯给误导了，以为吃蛋黄会胆固醇过高，结果大家不敢吃蛋，反而去吃清粥小菜、铁板面、面包，这些全是淀粉的早餐。结果把血糖害得更惨。今天我一定要帮蛋黄洗刷冤屈。一整颗鸡蛋几乎全是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几乎没有任何碳水化合物。这意味着你光吃蛋，血糖几乎是不会有任何波动的。但鸡蛋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医学上所说的第2餐效应。当你早上选择用鸡蛋，而不是用吐司、蛋饼或燕麦当早餐，你稳住的绝对不只是早餐的血糖。这个稳定效应会一直延续到你的午餐。当你吃午餐时，你身体的血糖波动会变小，胰岛素也不用大量出动，而且蛋白质和脂肪能给你极强的饱腹感。你到了早上10点半，绝对不会想去开饼干盒。在我的诊间里，把早餐改成2到3颗鸡蛋，是患者空腹血糖下降最快、最立竿见影的改变之一。每天早上吃2到3颗整蛋，
不管是茶叶蛋、水煮蛋、荷包蛋都行，加一点菠菜下去炒，或者配上前面说的半颗酪梨，这就是全台湾最完美的降糖早餐。第9种食物是苹果醋。如果你家里有血糖机，今晚你就可以亲自做个实验，你会直接在荧幕上看到它的威力。苹果醋里最关键的活性成分是醋酸，它能在身体里双管齐下。第一，它能延迟胃部排空，让淀粉慢慢进到血管；第二，它能指挥你的肌肉细胞像海绵一样快速地把血液里的糖分抓去当燃料。关于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卡罗尔·约翰斯顿教授做过非常扎实的研究。他发现，在吃一顿含有淀粉的大餐前，只要喝1汤匙的苹果醋，就能让有胰岛素阻抗的人餐后血糖飙升的幅度直接减少20%到30%之多。这几乎已经是降糖药级别的效果了，而它只花你几块钱。做法很关键，千万不要直接倒出来就喝，一定要拿1汤匙的苹果醋稀释在1大杯温水里，在吃饭前10到15分钟喝下去。直接喝的话，高浓度的醋酸会严重伤害你的牙齿、珐琅质和食道。另外，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服用降血糖药物，喝苹果醋前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因为它的降糖速度太快，两相结合可能会让你低血糖。第10种食物是扁豆，这种豆子最能证明我们今天这支影片的核心观点。你可以吃碳水化合物，只要你吃对种类。扁豆虽然是淀粉类，但它却能帮你降血糖。扁豆的结构非常特殊，它是由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慢速碳水化合物，包裹着大量的水溶性纤维和高比例的植物性蛋白所组成的。这个完美的黄金组合意味着扁豆里的糖分不会在肠道里一哄而散，而是要在好几个小时里慢慢的一丝丝的释放到血管中。它同样具有强大的第2餐效应。中午喝一碗扁豆汤，你一整个下午到晚上的血糖都会异常平稳。在临床上，我只要让患者把餐盘里的白米饭、马铃薯换成扁豆，1、2周内，他们的糖化血色素，也就是代表3个月平均血糖的那个数值，就会开始往下掉。1星期选几天，吃个半杯到1杯的煮熟扁豆，可以煮成扁豆汤、炖菜，或者做成凉拌沙拉，淋上橄榄油和我们刚刚说的苹果醋，它便宜又非常饱足，绝对是餐桌上的抗糖圣品。讲到这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63岁刚退休不久的陈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因为她的空腹血糖已经飙到了180。医生跟她说，接下来必须再多开第2种降血糖药。她非常沮丧，她不想下半辈子都在跟药物赛跑，而且她真的很害怕，因为她的亲生母亲当年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最后面临截肢，甚至双眼失明。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没有叫他不准吃淀粉，相反地，我帮他重新设计了餐盘。早上的清粥配酱瓜改成了2颗荷包蛋配半颗酪梨。午餐和晚餐把白米饭换成了扁豆，而且在开动前15分钟先喝一杯稀释的苹果醋。下午嘴馋不吃饼干了，改吃1小把核桃。1个礼拜吃2次烤杠鱼。早上的黑咖啡里撒一点西兰肉桂粉，午餐的便当里多加1把生青花椰苗。结果呢，第1个礼拜，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往下走。3个月后，他回原诊所检查，医生非常惊讶地帮他把第2种药给停了，他的糖化血色素直接从糖尿病的红字区间退回到了安全范围。到现在2年过去了，他的数值依然稳稳的。他没有挨饿，没有跟美食绝交，他只是吃对了食物，让身体自己把工作做好。所以，为什么这些方法比你一味的戒掉淀粉还要有效？因为每一项食物都在帮你的胰岛素找回它的尊严。纤维让糖分慢下来，胰脏不用加班，深海鱼和核桃把慢性的发炎扑灭了，肉桂和苹果醋直接牵起胰岛素的手，帮它把门锁打开。只要你一餐接一餐，一天接一天这么吃，那些本来把门关得死死的细胞，慢慢的就会在胰岛素敲第1声门的时候，微笑着把门打开。这就是在细胞层面逆转胰岛素阻抗的真相。只要这个机制恢复了，你的身体自然就能自己管好血糖。但是在你今天晚上开始执行前，我必须跟你们说一句非常诚恳的警告：如果你目前正在注射胰岛素，或者是服用黄仙特类 sulfonylureas 这类比较传统的强效降糖药，这些天然食物因为降糖效果太好太快，有可能会跟你的药物产生加成作用，导致血糖降得太低而发生危险。
所以，请你一定要在监测血糖的前提下，把这些食物加入饮食。把你的血糖记录拿去给医生看，让医生根据你身体恢复的进度，一步一步把药量减下来。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停药，带着这份食物清单去跟你的医生好好讨论。今天晚上，我们就从最简单的5个步骤开始。第一，明天早上把面包、铁板面丢掉，换成2到3颗整颗的鸡蛋，配上半颗酪梨。光是这个改变就能稳住你一整天的血糖。第二，今晚睡觉前拿1茶匙的葫芦巴籽泡在水里，明天早上空腹喝掉，把籽嚼碎吞下去。第三，去买1包真正的西兰肉桂粉，明天早上在黑咖啡或麦片里撒上1/4茶匙。第四，明天最丰盛、淀粉最多的那一餐前15分钟，用温水稀释1汤匙的苹果醋喝下去。第五，这礼拜买1次扁豆，用它代替白米饭2餐，再买2条杠鱼，安排在2个晚上的餐桌上。在接下来的2周内，把这些习惯像叠积木一样慢慢加上去。你不是在剥夺自己吃美食的权利，你是在餐盘里多放进能保护你的保命符。不过，我知道很多戳边头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慧心医师，我一整天都吃得很清淡，晚上也睡得很好，为什么一觉醒来什么都还没吃，量出来的空腹血糖却是一整天最高的？这其实跟你的肝脏在半夜的小动作非常有关系，这叫做黎明现象。我专门做了一支影片，把半夜肝脏是怎么偷偷制糖的，以及怎么在隔天早上量到漂亮数字的秘诀，通通整理在里面了。你可以直接点荧幕上的这支影片接着看，我们在那一集详细聊。大家要照顾好身体，我们下一支影片见。